眼前这辆出了点小事故的迈凯伦 720F。 是大壮花了2万马内买的事故车，虽然它看起来受损很严重，但由于发动机在尾部核心部件并没有出问题，所以还具有修复的价值。当这辆车被稳稳地停放在拖车上时，大壮上前查看车况，因为车子只是前脸出了问题，所以他对修复这辆超跑很有信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报废车厂还贴心地送上了原车的门，还有前机盖和左侧的车轮。这个车轮从正面看的话，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，简单翻新一下还能用。可当大壮把它翻过来时，整个人瞬间傻眼了，轮毂扭曲得非常严重。不过比较幸运的是，上面并没有出现裂纹，这说明里面的刹车盘可能还能用。在往期的作品中，我曾仔细地介绍过碳陶刹车，除了价格高之外没有缺点，大壮也深知这一点，所以内心还是有些忐忑的，生怕刹车盘不能用。简单了解完情况之后，他把车子牢牢地固定在拖车上，要运回自己的车库。由于路途较远，等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点了。原本我以为卸车的过程会很麻烦，就像是之前的强子一样纯靠人力办，可没想到人家大壮有升降机，他事前把高度调节好，然后直接把车子倒了上去。由于现在天色已晚，他第2天才开始着手处理车子。现在他要进行全面的检查，然后把所有损坏的零件都拆掉，进行相应的登记汇总。从视频中展示的情况来看，这辆迈凯伦主要是主驾驶被撞，前面的零件基本上全没了。不过副驾驶前面还不错，只是车架有些扭曲，而且车灯还保留了下来，这能为大壮省下一笔不小的钱。前半部分检查完后，大壮下面就来到了车尾。虽说这里的车身面板很完整，但由于前面撞得太狠，导致后半部分的面板产生了偏移，甚至被挤压出了裂缝。看来大壮可是有的忙了。不过令他感到欣慰的是，另一侧的成色非常不错，欧翼门也能正常开合，包括轮胎也没有受损，这大概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吧。掌握了大概的情况后，大壮就开始了自己的翻修之旅。他先把方向盘上的安全气囊割下来，然后拿出祖传的吸尘器，将车座缝隙上的玻璃渣都吸出去。等到彻底处理干净后，他才敢坐进车内。大壮的下一步目标是发动车子。之前买这辆迈凯伦的时候，他并不知道这辆车的公里数，而且根据轮胎的磨损程度来看，大壮觉得这辆车应该没怎么开过。要是真如他所设想的话，那他可太幸运了。在发动车子之前，大壮要先拆掉前端扭曲的导轨，因为这部分挤压到了电池，不拆下来无法给电池充电，车子自然也就无法启动。经过1个小时的忙活，一切终于准备就绪了。他坐进车内试图发动这辆超跑，但很明显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大壮推测应该是电池坏了或者没电了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他同时订购了一个新电池和一套新的充电器。要是就电池充过电就能用了，那就把新电池退了，反之就把充电器退了。不得不说他这个算盘打得真不错。接下来要把雨刷器和挡风玻璃拆掉。说是挡风玻璃，其实就只剩下了一个架子。当他拆掉前面的塑料板时，发现支撑雨刷的支架已经断了。看来这辆迈凯伦的问题真不小。这部分处理完之后，大壮拿来锋利的刀片，小心翼翼地把车上的一圈橡胶割掉。刚开始一切都挺顺利，但到后面玻璃渣变得多了起来。为了避免割破手指，他直接拿来了电动工具，在搭档的配合下，很快就把上面的残留给拆掉了。虽然速度提升了不少，但明显这种方法对车身的伤害更大。看来要想既保证速度又能保证效果的方法很难找到，我们只能在2者之间找临界点，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。这里有些跑题了，我们继续来看大壮拆车。之前他在订购零件的时候，特地给经销商打电话，希望能尽快给自己发货，但人家表示目前并没有库存，所有零件都要从厂家发货，这意味着等待时间会很长。不过这也未必是件坏事，大壮可以利用等待的时间，好好的检修一下这辆超跑。毕竟磨刀不误砍柴工，他和搭档2人把侧面的面板拆掉，这部分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坏。按理说拆起来应该很快的，但大壮可能是第一次接触迈凯伦，所以不是那么熟练，而且他们还得把拆下来的零件全都装到塑料袋里保存。看到这里，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梗，据说有一次阿3的飞机出了问题，然后就找一些工程师来修，整个过程非常顺利，但修好之后发现多了很多螺丝，希望大壮不要出现这种情况，不然可就糗大了。接着他把车子前铲的螺丝拧掉之后，发现并不能与车子完全分离，因为上面连接着很多电线，好在线路并不算太复杂，要不然连幼儿园都没毕业的大壮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前面的套件都拆得差不多后，他开始处理里面的导轨。由于车子主要就是车架受损，而车架上导轨扭曲的角度很刁钻，所以这可花费他不少力气。几经波折之后，才取出前面的保险杠和里面的散热器，接着在搭档的帮助下，成功的拿掉了最大的导轨。这部分看起来还不错，整体看不出什么大问题。现在前端所有的零件都拆掉了，一些问题也暴露了出来。由于车子被撞得太严重了，所以与车架导轨相连的地方靠近车身的部分也被扭曲了。大壮心里大喊不好，
这可真是倒霉他妈给倒霉开门，倒霉到家了。不过都说爱笑的男孩运气不会差，大壮也不例外。当他拨开表面的零件后，发现上面的转向齿条很完整，而且车身上也没有裂缝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前面的电线，基本上找不出一根完整的。大致了解了内部情况后，大壮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，那就是再买一辆出了事故的迈凯伦 720S。2辆车互补成一辆车，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强子的粉丝，怎么用的招数和他一模一样。大壮把车上的零件全拆了下来，由于没有找到可替换的二手件，所以他要买一些全新的回来。在外出购买之前，大壮先检查了一下后面的损伤。要知道这辆迈凯伦 720S 全车采用了大量的碳纤维材料，并添加了很多空气动力学设计，可以说是想跑慢都不行。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作为车身，能让车子更加轻量化，降低油耗和排放，而且会使车子整体重心下移，提升汽车操纵稳定性，让车辆运行更加安全。不过这还没完，碳纤维材料具有更高的振动阻尼，2秒就能停止震动，这一点主要体现在行驶的舒适性上。对于制造商来说，碳纤维材料可设计性很强，能大大减少零件种类，降低成本的投入并缩短开发周期，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好材料。不过碳纤维也不是没有缺点，它通常耐磨性较差，而且在碰撞时外壳会呈现碎片性断裂，这一点正是大壮头疼的地方。因为一旦碎裂，基本上无法翻新，只能重新定制，成本就会大大提升。不过他既然能买下这辆车，应该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，所以早就有所准备。他从朋友那里买来了一些拆车件，其中就有眼前这个车门。和重新定制的价格相比，这个只需要不到2000马内，但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，这个车门也有一定程度的损伤。大壮觉得凭借自己的妙手，一定可以将它们全都翻新好。简单介绍完情况后，他把车门拿到车厂进行比对，发现尺寸完全吻合，就像是原装的一般。大壮心里一阵窃喜，这部分没问题后，他要把车内的东西都拆出来。首先就是驾驶座，前面的2个驾驶座都是碳纤维材质，在重量配比上做得非常好。但大壮是第一次接触迈凯伦这种超跑，所以拆起来不是那么熟练。经过半个小时的忙活后，2个座椅都被拆了下来。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出，底部残留了很多玻璃渣。为了防止后续作业时划伤自己，大壮用吸尘器仔细地清理了一遍，弄干净之后自己还坐了进去。你还别说，这个空间看起来像沙发一样，大壮1.8米的腿都能伸直了。简单的休息之后，他要把车上的安全带拆下来。要知道这辆车0-100加速不到3秒，马力大得吓人，没有一个好的安全带可不行。虽说现在的安全带功能正常，但经过严重的撞击之后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损伤。作为一名准迈凯伦车主，大壮可得确保自己的安全。下面他把里面的安全带模板也取了出来，全部打包汇总送到了修车铺。现在车内的零件差不多都拆掉了。接着大壮拿出自己祖传的电脑，去二手网站上找了一个车架子。从上面显示的信息来看，这也是一个出过事故的车子，不过车架还算完整。卖家说现在买还送控制臂和副车架，这让大壮有点心动，当即大手一挥买了下来。快递小哥很给力，第2天就直接送货上门了。这个也不知道大壮为什么要买，这个车架看起来还不如原来的。为了验证自己是否翻车，接下来他要对车架进行仔细检查。这个车架的前端也有裂缝，不过从材料上看，它是由玻璃纤维组成，修复起来比碳纤维要更容易，成本也会更低。不仅如此，整个车身也没有出现太大的扭曲，这会降低很多工作量。接着他来到车尾，这里很明显能看出发动机已经没了，要不然也不会是这个价钱，而且副车架也不见了。不过这个并不重要，大壮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把2辆迈凯伦进行结合。为了方便后续的工作，他现在要把挡风玻璃拆下来，防止在作业时造成损坏。这里照例事先拿掉1圈的橡胶，由于这个玻璃已经碎了，所以大壮也不纠结，直接拿起电动工具绕着4周铲了1圈。经过半个小时的忙活，成功的拿掉了挡风玻璃。但这时一些隐藏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，那就是车架上出现了裂缝。好在原来车上的没有问题，大壮要把能用的拆下来，因为出现裂缝的地方起到了一个支架的作用，所以必须先解决这里的问题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在切割的过程中，大壮还一边拿着手机拍摄记录尺寸，可以说是非常细心了。切掉之后拿去对比，发现2块零件一模一样，看来大壮的手法还不错。接着他将坏掉的部分切割打磨，成功的把2者结合在了一起。这部分完成后，他又拿来了前面的导轨，这是之前从迈凯伦上拆下来的，整体上没什么问题，就是细节有些受损，简单修一下还能用。而且放到新的车架上之后，各方面的咬合也很紧密。等一切准备的差不多了之后，他拿来一些胶带进行了初步的固定，然后买了一瓶503胶水，一点点的涂到缝隙上面。为了能让胶水粘合的更加牢固，他用卡钳夹住了2边，
又拿来一个热风机加热。经过一晚上的风干，两部分已经彻底融合在了一起。为了让它看起来更美观，大壮把表面的胶水都打磨掉，然后抛光处理。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修复的痕迹了。下一步，大壮要转移其他的零件。他把轮胎上的碳纤维挡泥板拆掉，暴露出内部的结构，然后又拧掉了车门的螺丝。经过半小时的忙碌，这个华丽的蝴蝶门就被完整的取出。从外观上看，并没有出现什么损伤。等到安装的时候，应该能完美贴合。接着，他打算从内部入手，把里面的座椅都搬出来，然后从中控台开始，把仪表盘上的一些零件全都拆掉。因为涉及到的零件非常的多，所以需要格外小心，否则很容易就会弄丢东西。而对于超跑来说，往往一个螺丝就能导致整辆车停摆。大壮也是不敢马虎，